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Tulip。正月15啊，就快到了，我祝大家元宵节快乐。大家这个年过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吃吃喝喝又胖了几斤呢？话说现在咱们过年啊，比以前少了样东西，那就是放炮仗。不过呢，这城里不让放炮仗也有些年头了，咱们慢慢啊也就习惯了。可是今年啊，咱这年前年后，国内可是爆出了个大炮仗，惊爆了全世界了。我想您也猜到了，这就是新的一款人工智能工具 DeepSeek，它的中文名字叫深度探索。听这名字呀，就是够有深度的。您说了，哎呀，这些技术词儿我也听不懂。没关系，咱们今天啊就不用一个技术词儿来说道，就让我说说，您听听。在想当初啊，2年前这个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，它也是惊艳了全世界。您说这 ChatGPT 呀，我倒是试过，但是也没太咋用过。没关系啊，这火锅您吃过吧？饺子您吃过吧？这 ChatGPT 呢？和咱们这深度探索呀，就像2家不一样的餐厅，它各有各的特色。今天呢，咱们就来比较比较。您或许啊已经是个资深吃货，早都对2个都比较熟悉了。或许呢，您一家也没尝过，没关系。今天趁着正月15呢，咱吃着聊着，看看这2个 AI 餐厅呢，哪个更合您的胃口。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国产的 DeepSeek。它呢就像胡同里的老张饺子馆儿，咱们进去坐下来一看这菜单倒是蛮简单的。不过呀，这饺子一尝，哎呀，馅儿可真足，薄皮大馅儿，味儿也好，哎，说的我都快流口水了。咱们再看看这个装修呢，装修没有那么富丽堂皇的，也很实在。不过呀，这味儿可是真正宗。那么这个老张饺子馆啊，就做这个正宗的饺子，可能呢还配点凉菜。不过呢，其他的大菜他可都不做，他就集中精力做这饺子。那这饺子是什么呢？它就是编写程序和生成代码这一类型的任务。如果你是个程序员，或者在工作中需要写代码，那么一定要善用 DeepSeek。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生成代码，而且还能帮助我们调试程序、找 bug。最重要的是啊，它能够给我们提供编程思路，提供很好的编程建议，深度和精准度都非常的高。就像老师傅包饺子，3下5除2就帮你包出整整齐齐的程序饺子，你再也不是搬砖的，一下子就能盖出一道道的城墙了。更厉害的是，这个 DeepSeek 它还是开源的，这意思就是说吧，你走进老张饺子铺的厨房，这个厨房它是开放式的，这些所有的饺子的配料啊、调料啊、配方啊，它都是公开的。而且呢，你还可以自己调馅儿，比如说这个鸡蛋、韭菜、3鲜带虾肉馅儿的，你可以把这个一般的虾肉换成小龙虾，而且呢，还可以加点芝士加 cheese。当然，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了，但是你可以随心所欲的自己创造。你可以想加点辣的就加点辣的，再来点醋就加点醋，就是这么自由。而且呀，你调出的这个方如果好吃的话，你还可以把你这个秘方呢共享给其他所有的人，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有权看到你这个配方，照着你这个配方呢做出独特的饺子，这个就叫开源。这就是说呀，做程序开发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修改和定制，还可以利用外面的其他的工具来生成自己独特的编程环境。你看厉害不厉害？当然了，大多数人是不需要做程序开发的，但是在工作中、在生活中啊，都难免处理一些文案。尤其如果您自己开了一个小生意，或者呢是在中小企业工作，难免要弄一些图文并茂的广告。那么 DeepSeek 也是您的好帮手。如果是小规模的呀，根本不用花钱；如果是有一定的规模的呢，就花一点点钱。就像您在老张饺子铺吃饺子，好吃不贵。还有啊，咱都知道这中国饭馆一到了国外，这个菜呀可就变了味儿了，甜不拉几的，不是个味儿。
可是这个老张饺子，它虽然走向了世界，它的味儿还是那么地道，还是咱们家乡的那个味儿。您要让它写个古诗啊，读个古文啊，写个对联儿啊，解个成语呀，讲个中国的历史故事啊，那肯定是超级厉害，必定是咱们本土的嘛，所以它中文处理能力是相当的强。不过呢，DeepSeek 的功能还是相对局限的。它目前最为突出的就是编写代码和处理程序，但是呢，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和 ChatGPT 相比呢，还是不是那么广泛。比如呢，做学术性的文章、做翻译，还有就是解答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疑问，它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而且呢，它也不是没有争议的。自从诞生之日起呀，有一些街坊邻居就提出了疑问，主要是对这个肉馅的来源啊有疑问。当然了，这个都需要最终的检测报告，朋友们可以耐心等待，我们拭目以待。不过呀，不管怎么说，它也是在市场具有强劲的竞争力的。接着，咱们再来聊聊 ChatGPT，它呢就像开在了 CBD 的智能火锅城。这个火锅的菜单啊太丰富了，包罗万象，而且呢服务还超好。你不管点啥呀，都给做的妥妥的，不管你是要清汤还是麻辣，都能满足。这一锅啊可以烩天下，不管是从量子物理，还是你要问今天晚上这个蘑菇需不需要焯水，它都能给你答案。所以啊，不管是学术问题，还是写报告，还是翻译，它能帮你解决生活中这些所有的难题。ChatGPT 呀，支持26种语言，是个万能的翻译官，而且服务质量非常的稳定，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它。ChatGPT 不仅在文字生成方面非常的强大，在图像处理方面也非常的厉害。你给 ChatGPT 一个描述，告诉他你需要什么样的图画，它就会根据你的需求生成非常完美的画面。比如说，你想要一张正月15红灯高挂的图画，那么你就会得到一张质感十足的画面。所以说呀，ChatGPT 可以给我们提供全方位的多媒体的服务。不过呀，它的高级版本可是要收费的。就像海底捞虽然好吃，但是吃上一顿也得花点钱。如果您呢只需要它帮一点小忙就花这个钱，可能觉得有点贵。但是如果您想让它提供全方位的、长期的、保证质量的服务，那么这个性价比还是值得的。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，我们可以把支撑这两款 AI 工具后面的硬件来比喻成这两个餐馆后面的厨房。DeepSeek 背后的硬件啊，就像是老张饺子家的厨房，它不用特别的豪华，但是要保证做出有质量的饺子呢，它也需要一定的设备。就像普通的大型的烤箱和灶台，不需要特别高端的设备，但是也要足够做出美味的饺子。那么对于 ChatGPT 来说可就不一样了。ChatGPT 就像海底捞的厨房，为了做出丰富的各式各样的火锅，它要有强大的后厨设备，比如有大型的火锅炉、多个调料台和非常高效的配菜台。所以说，如果您喜欢全能的稳定的服务，那您还是选择 ChatGPT， 就像是海底捞，您随便点，一点都不用担心。如果您是一个程序员，在工作中呢经常需要编程，想找一个编程的助手，那么 DeepSeek 是您的首选。另外呢，如果您是一个初创的小企业，想省钱又不想将就，那么 DeepSeek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总之呢 ，ChatGPT 和 DeepSeek 是各有千秋，选择哪个就看您的需要了。就好像今天正月15呢，我们吃元宵，您是想端上来热气腾腾的火锅，还是刚煮好的饺子，就看您想吃啥了。无论如何呀，这两款 AI 工具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，使我们的工作更有效率，生活更便捷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。在您的心里，到底是 ChatGPT 还是 DeepSeek， 谁是将来的金牌厨师呢？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选择吧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再次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